乌军机密文件泄露风波持续发酵。上个视频我们说了多份关于北约援助乌克兰的机密文件，知道了乌军许多部署细节，什么防空系统的位置、防空飞弹的数量、弹药消耗量等情况，甚至是正在西方接受训练的乌军12个反攻旅的整备情况，都被泄露得干干净净。而就在4月7号当天，又流传出了新一批机密情资，其中一份关于巴赫穆特及周边的战况地图引起了火力军的注意。这会不会迫使俄乌双方改变其部分军事计划，从而影响到巴赫穆特战况呢？之前有一份泄露的文件指出，乌军现在对俄空天军战机所使用的 S-300 防空飞弹和山毛榉防空飞弹的库存，最快将在4月份中旬消耗殆尽。而到了5月23日左右，乌军保护前线部队的防空系统将提供不了太多的有效防护。俄空天军将肆无忌惮入侵乌克兰空域，利用空中优势打开地面战争的僵局，这威胁到了地面战争的最终结果。不过，此份文件显示的日期为2月28日，而泄露是近期才发生的，因此目前还尚不清楚当时的评估条件是否会发生变化。至于这份文件的真假性，火力军觉得是真的可能性会大一些。首先是因为乌克兰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纳特从来就没有否认过乌军防空弹药库存短缺的问题。他表示，西方国家只要能持续提供新防空系统，就不存在已经用尽的防空弹药，而且乌克兰是需要很多新防空系统，但我们不会透露我们缺多少。其次是因为目前第4阶段俄军所采取的战术是持续以飞弹和自杀无人机对乌克兰发动远程打击，配合地面部队进行持续推进，所以即使俄罗斯不动用空军，也会极大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弹药。乌军防空飞弹消耗大很正常，当然，若是这份文件真实性多一些，那流传出的巴赫穆特战况地图争议性就很大了。因为俄罗斯在 Telegram 上的军事专家大部分都认为，这份关于巴赫穆特战况图的机密文件很可能是假的，是对第一批泄露文件的弥补手段，目的是为了误导俄军的指挥工作，让其在巴赫穆特作战中出现重大失误。也有一小部分专家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采取的离间行动，比如俄罗斯讯息的 Flatter Lab 执行长特布纳，因为泄密文件来源不明，他就觉得这是俄罗斯的离间计，目的是在华府和基辅之间制造不信任感，从而让巴赫穆特的俄军有所进展。从这些泄密文件的内容，我们不难推测出，西方是有全力协助乌军反攻计划的。美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穆洛伊对此表示，这似乎是有人蓄意泄密，企图破坏北约和乌克兰策划的反攻计划。而美国官员们则表示，目前调查尚处于初期阶段，并未排除亲俄人士可能是泄密事件的幕后黑手。机密外泄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无论真假，俄乌双方的部分军事计划都将迎来改变。乌克兰陆军总司令瑟尔斯基上将4月10日表示，俄军在乌东城镇巴赫穆特和阿夫迪夫卡战斗中改用焦土战术，利用空袭和炮击来摧毁建筑物与乌军阵地。乌军1天之内击退了俄军40多次进攻。俄军虽然一直在宣扬已经拿下了巴赫穆特，但据瑟尔斯基说，乌军仍在继续死守巴赫穆特，情势虽然严峻，但仍在控制之中。他的原话是：“我们勇敢的士兵透过他们的行动耗尽了瓦格纳佣兵，所以敌人现在被迫让特种部队和突击部队参与到巴赫穆特的战斗中。可见巴赫穆特的战况依旧惨烈，乌军士兵仍在拼命的抵抗。”而俄军改用的焦土战术及破坏任何对乌军有利的东西，也并非首次应用到战争中。当初俄罗斯介入叙利亚内战，就展开了焦土战术。从2015年9月30日开始，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部队展开空袭，对叙利亚平民、社区和医院进行了广泛且惨烈的轰炸。所过之处一片焦土，造成了许多平民的恐慌。而再往前追溯，我们甚至可以寻到俄法战争上。战争开始前，法国的作战兵力为61万，分为2个梯队。第一梯队分3个集团，共44.4万人，940门火炮；第二梯队17万人，432门火炮。而俄军的西部边境军共24万，后增至63万，分3个集团，火炮共942门。
战争开始时，俄国由于防守薄弱，只有兵力约24万，不足以抵抗在此前欧洲无敌的拿破仑军队。俄元帅巴克莱德托利在接任指挥官后，便采取了撤退且坚壁清野的策略，并沿途放火，实行焦土战术，把法军途经之处烧得一干二净。这一步不仅打乱了拿破仑速战速决的原计划，也令拿破仑原本想边作战边抢夺补给的计划泡汤，极大延缓了法军的行程，迫使拿破仑只能深入俄国境内。虽然这样的做法导致莫斯科一度成为焦土的空城，但最终法军也因过分深入，补给线太长，在撤退时被俄军成功偷袭。在撤退到华沙时，原本60多万的大军已经剩下不到6万人。由此可见，俄军的焦土战术是一脉相承的，不仅对敌人狠，对自己更狠。所以，俄军在巴赫穆特地区采取焦土战术，明显就是俄军在强攻未果，又有不知真假的机密泄露，才让俄军有了摧毁巴赫穆特一切的想法。巴赫穆特这个曾经是一度繁忙的工业中心，战前人口有 7.3 万人，如今却只有4000左右的平民，生活在没有电力和供暖的条件下。而聚集的俄乌军人却有数万之众，两军是你来我往，打得头破血流。他的绞肉机的说法也让人想起当年惨烈的索姆河战役。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一个小镇为什么值得俄乌双方这么拼命。火力军认为，巴赫穆特现在对俄乌双方而言，已经不仅仅是地盘上的争夺，更是双方政治间对拼，谁能拿到，就相当于注射了一剂强心剂。对俄军而言，若是能占领巴赫穆特，就相当于切断了乌克兰在东部的补给线，同时也是向附近较大的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和斯洛维扬斯克进攻的门户。而且俄军现在真的急需一场胜仗，从基辅撤军到哈尔科夫溃逃，再到赫尔松失守，俄军是挫折连连。就算是巴赫穆特这座小镇，也是久攻不下，拖延了半年之久，士气是一降再降。因此，俄军只有不顾一切拿下巴赫穆特，扭转舆论，才能压住国内的质疑之声，其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这对乌军而言同样重要。若是能成功防守甚至反攻，乌军领导层的凝聚力会进一步增强，西方的外部支持肯定也会进一步加大。当然，巴赫穆特最后的攻防还要取决于双方的军事力量。俄军的瓦格纳部队虽然是雇佣军，但却多次出国参战，战场经验丰富，装备精良。要不是俄国防部拖后腿不给弹药，也不至于在巴赫穆特几近损失殆尽。而乌方的军人由抗敌意识最坚定的那部分人组成，虽人数装备都不占优，但有拼死精神，加上西方援助的先进武器，两军能连打数月，足以证明他们的实力相近。打到现在这个份上，最后拼的就是双方的士气。一如20年前的一战，巴格达保卫战之所以没有发生，就是因为义军丧失了作战意志。2年前阿富汗军队一夜溃逃，也源自同一原因。巴赫穆特已经成为俄乌双方不能轻易言败的小镇，撤攻或撤守都会对双方军人的内心产生十分巨大的影响。更何况，巴赫穆特虽然不大，但在东乌战线上是交通的重要节点。俄军若是能拿下，不仅能补强自身的南北联系，更是可以威胁到乌方的整体战线。反之，乌军成功守住后，就可以为一直推迟的反攻计划创下有利局势。而乌军的拼死精神，或许会成为他们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但机密文件的泄露也可能会迫使乌军改变部分作战计划，甚至有可能会撤离东部前线，来保存一部分作战力量，以待反击。毕竟泽连斯基就曾表示过乌军撤离巴赫穆特的可能。不过在指令未下达之前，乌军士兵是没有人会放弃自己家园的。而且巴赫穆特地下城的存在，武器、人员、物资又都不缺，俄军想彻底拿下巴赫穆特，恐怕还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更何况现在有消息透露，俄军的阵亡人数正在暴增。据 BBC 报道，俄罗斯反战人士沃塔诺夫斯基从去年5月开始，便在克拉斯诺达地区走遍了这里每个墓园，记录下了能找到的每个阵亡战士的坟墓，包括墓碑上的名字和其他细节。他发现，自去年12月份以来，俄军阵亡人数激增了数倍不止。
沃塔诺夫斯基率先发现的是位于克拉斯诺达村庄巴金斯卡娅的瓦格纳集团佣兵墓地，如今这里已经从小墓地变成了一个庞大的墓园，并且广为人知。瓦格纳头子普里戈金还在本月6日亲自造访，并表示打算将这里变成一个纪念园，来供未来世代缅怀。同时，他从墓园工作者那里了解到，埋葬在墓园里的并非是俄罗斯正规军的阵亡战士，而是瓦格纳集团的雇佣兵，并且这些人要么是无亲无故，要么就是遗体无人认领的士兵。而根据一些记者调查发现，这里许多墓碑上的名字属于曾在狱中服刑的囚犯。沃塔诺夫斯基说，我们刚到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8个瓦格纳战士的坟墓。几天后，我们第二次去时变成了95个坟墓，然后有164个，然后再变成270个左右。截至他4月4日逃离俄国时，他的资料库包含了1300多个名字，这还只是单单在克拉斯诺达地区。他表示，真相是自2022年12月以来，俄罗斯在战场上折损兵员增加了好几倍，阵亡人数直线飙升，且近期埋葬的都是动员来的士兵和瓦格纳的人，而职业军人非常少。沃塔诺夫斯基数个月前开始发布有关阵亡战士坟墓的贴文后，便持续受到死亡威胁。上周有警察认出他，并暗示即将对他展开严重刑事案调查，他因此决定出逃，目前暂时栖身在亚美尼亚，打算在德国请求政治庇护。至于俄罗斯当局为何反对他的行为，他表示，对我们国家来说，这样的统计数据很可怕，俄罗斯人就是不知道真实数字，如果人们发现真实的战场上阵亡人数，他们会疯掉。怪不得俄方一直不公布数据，原来是怕伤亡太多，怕国民知道后不好交代。而现在被爆出俄军欺骗和隐瞒，会让俄罗斯国内厌战者越来越多，说不定为了平复国内民众的怒火就撤军。总的来说，关于乌军机密文件的泄露，必然会引起俄乌双方军事行动的改变。俄军在巴赫穆特的焦土战术可能就是其一，而乌军又是否因此改变，或是安排新的战术，还尚需时日来验证。好了，大家对俄乌双方战术的变化是什么看法？面对俄方的焦土战术，双方又要如何应对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